你买过 Swatch 手表吗？我们现在在纽约世贸中心里面的 Swatch 门店。这个品牌曾经一次又一次把一块手表变成了流行文化标志，背后的 Swatch 集团也通过这些五颜六色的塑料表，一度拯救了瑞士钟表业。然而如今，它却跌至了16年的最低点，并且成为了欧洲被做空最多的股票之一。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从产量上看 ，Swatch 集团仍然是全球最大的钟表公司。从零售额上看 ，Swatch 排名第3，仅次于劳力士和利丰集团，并且它旗下的16家品牌，从最亲民的 Swatch 到最高端的宝玑、欧米茄，都深受消费者的喜爱。但就是这样一家公司，却成了一项令投资人头痛的反面案例。近年来财报数次不理想，但控股的海耶克家族却不愿意听取外部投资人和分析师的建议。今年，美国激进投资人 Steven Wood 试图竞争董事会席位，就是为了保证少数股东的权益。但这能改变 Swatch 集团吗？各位11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特约研究员一文。这期视频里面，我们来讲一讲 Swatch 的故事。这家历史悠久、曾经掀起过行业革命的公司是怎样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而这背后的故事不仅揭示了全球奢侈品行业的困境，也同样体现了这家老牌欧洲企业在当下面临的管理文化冲突。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账号硅谷101，不要错过全球的深度科技与商业趋势。而关于 Swatch， 我们从头讲起。瑞士这个国度长期以来几乎都是全球腕表业的代名词。劳力士、江诗丹顿、百达翡丽，大量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品牌，都是典型瑞士传统高级制表的代表。不过，上个世纪70、80年代，瑞士钟表业曾经跌入谷底。由于石英技术的发展，日本的精工、卡西欧等品牌推出了便宜又精准的电子表，迅速占领了市场。而瑞士的传统机械表则从全球占有率的1半以上暴跌到不足15%，大量工厂倒闭，而瑞士钟表这个100年产业眼看就要走向终结。这场危机被称为石英危机，而在这个重要关头，尼古拉斯·海耶克登场了。海耶克呢，原本是一位瑞士企业顾问。1983年，他受托重组2家濒临破产的瑞士大集团。这2家公司旗下有欧米茄、浪琴这样的知名品牌，但财务却一塌糊涂。海耶克没有走传统路线去裁员削减，而是推动2家合并，成立 ASMH 集团。这家集团后来的名字叫做 Swatch Group。更广为人知的是，海耶克在同一年推出的一款手表 Swatch， 准确的说呢，是涂上这12块机械表。这款手表颠覆了人们对瑞士表的认知，它不是贵重金属，而是轻巧的塑料，零件从上百个缩减到约50个，大幅降低了成本。更重要的是，它色彩缤纷，设计多样，把手表从计时工具变成了一种时尚配饰。海耶克提出手表不该是一身一块，而是应该像衣服一样可以多买多戴。这种理念呢，迅速吸引了年轻人，Swatch 的销量暴涨，迅速成为了全球流行文化符号。那么 Swatch 的成功不仅救活了集团的财务还反哺了旗下的高端品牌。欧米茄重新回到了奥运会的计时舞台，而浪琴也成为了瑞士表中奢华亲民的代表。瑞士钟表业也逐渐从这场石英危机当中复苏。I think it's significant for people that are into watches. 到了90年代 ，Swatch 集团已经是全球最大的钟表集团之一，并且在国际范围内扩张，收购了我们熟悉的钟表品牌。1992年，集团收购了宝珀，象征着瑞士高级制表传统的回归。同年，他收购了巴黎珠宝腕表品牌 Leon Hartot。1999年 ，Swatch 集团迎来了最具象征意义的一笔收购，也就是对传奇品牌宝玑的收购。随着宝玑的加入 ，Swatch 集团终于拿下了高级制表领域的终极皇冠。海耶克本人也从顾问变成了控股人，他喜欢亲自参与设计和广告，把 Swatch 塑造成了一种潮流符号。2010年，海耶克去世，但他的家族依旧是 Swatch 集团的控股人。尼古拉斯的儿子 Nick 是集团 CEO， 而女儿 Nayla 则是董事长。I mean, you've got fantastic brands in the group with fantastic history, not only with the saving aspect that we were talking about, but, Breguet, thriving on the tradition of that fantastic French watchmaker from the 18th century, and Omega with the space watch, with the Speedmaster, again writing a new chapter together with Swatch. So I think it's in a very, very interesting group.
今天的 Swatch 集团旗下共有16个品牌，那熟悉 Swatch 的观众啊，应该对这个金字塔不陌生。这16个品牌拼凑出了一个完整的价格梯度，在最下方有售价在几十到几百美元之间的 Swatch 和旗下的儿童手表品牌 Flick Flack， 而在金字塔间有顶奢品牌宝玑和宝珀，以及生产量最大的欧米茄。不过 Swatch 的大部分品牌却集中在中间这部分，也就是售价在数百到4000美元不等的中高端的市场。那就是这部分不上不下的市场啊，成为了全球奢侈品消费退潮时重伤 Swatch 的一大原因。现在的 Swatch 面临着内忧外患，外部是日渐下滑的奢侈品生态，而内部则是管理层与投资人之间的矛盾。我们呢，先从外部讲起。在 Swatch 的黄金年代，腕表是日常生活的标配。瑞士钟表的出口额从1990年代到2010年代持续增长。从数量上看，在2014年左右，瑞士共出口将近2800万只腕表，销售额超过220亿瑞郎。然而，智能手机和手表的出现却彻底改变了奢侈品行业的游戏规则。2015年 Apple Watch 上市，凭借数百美元的售价，它立刻赢得了更注重功能性和性价比的消费者的喜爱。到了2019年，苹果一年的智能表销量超过3000万只，而整个瑞士钟表行业加起来却仅仅出口了2100万块腕表。不过，手表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商品。单从瑞士腕表在面临电子产品竞争的时候依然有市场这一点就可以看出的，即使我们有了更先进的技术，但依然有人愿意为这些更旧、更贵还不一定实用的选择去买单。因此，瑞士制表商们很快想出了新的玩法。既然手表不再是必需品，那它就必须成为人们渴望的对象。于是，手表被塑造成一种奢侈品，成功的象征，或是人生重要时刻的见证。在最近的一次线下活动当中，苏富比的全球腕表部总监 Geoff Haas 提出，现在仍然在收藏腕表的有2种人，一种呢是因为有趣好玩，而另一种则是看到了腕表的投资价值。但无论是哪种啊，有一点是确定的，没有人是为了手表的实用价值而收藏的。The reality is nothing tells time as well as this. So I'm using my cell phone as really what it all time. The truth is, for me, a watch is a collectible. It's like space jewelry. 我们来看2015年之后瑞士腕表的出口数据，就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虽然出口数量没有之前高，但销售额却在不断攀升。这得益于高端和奢侈品市场的渗透。2023年，瑞士腕表出口再次达到历史新高，而其中价格超过500瑞郎的腕表就占据了1/3的总销量和95%的总销售额，这就包括劳力士、欧米茄和江诗丹顿这样的奢侈品牌。但与此同时呢，中低端市场的份额却被智能手表吞噬了。从这组数据上可以看出啊，中低端品牌的销量在近几年来大幅减少，而在所有腕表品牌中，最高端的奢侈品市场是唯一还在增长的部分。那对于 Swatch 来说呢，这不是一个好消息。还记得我们在上一章里提到的 Swatch 旗下的品牌结构吗？他们的大部分品牌啊，都是像 Swatch 自己，还有天梭、浪琴、Hamilton 这样价格不上不下的中端品牌。那么这些品牌所受的打击呢，在2024年尤为明显。2024财年 Swatch 的净利润只有2.19亿瑞士法郎，而去年同期还是8.9亿，直接缩水了3%。净利润也从11.3%跌到了3.3%，回到了个位数。在财报中 ，Swatch 集团将这一下滑完全归因于中国市场表现不佳。2024年全年，中国市场销售额环比下滑约30%。到了2025年，这一趋势仍在愈演愈烈。今年上半年 ，Swatch 的批发业务下跌了30%，零售业务也下滑了15%。Barter Helvea 的分析师提到 ，Swatch 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严重影响了其股票表现。其实对于整个奢侈品行业来说，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意愿下降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去年，全世界最大的这几个奢侈品集团，像 LVMH、利丰等等，都在财报当中明确提及，大中华区的奢侈品消费明显放缓，令其亚洲区销售大幅下滑。难道说就是现在他们这些奢侈品他们遇到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因为中国市场的变动带来的吗？200%是中国市场带来的，因为中国市场的利润率是最高的，所以它的收入跟盈利的这种变幅是几何级的，就是因为中国市场是盈利最高的一个市场，所以是200%啊，不是多少啊？就中国市场跌了10%或者怎么样，对它的这个盈利影响是巨大的啊。In general,
what we see right now with the shaky times is also what we see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in terms of higher peaks and deeper valleys and ever increasing velocity in that economical system. And that becomes, very difficult when you got products with long lead times like you have with watches. Makes it very difficult to plan ahead. 不过对 Swatch 来说，外部市场的压力还只是问题的一半，真正让投资人担忧的是公司内部的封闭文化和决策机制。当外部环境风云变幻的时候 ，Swatch 似乎依然活在自己的节奏里。面对着令人狡猾和投资人的质疑，海耶克家族依然牢牢掌握着集团，不轻易妥协。而今年，一位美国激进投资人试图打破这种沉默，他的故事揭开了 Swatch 这家家族帝国内部更深层的矛盾。这是42岁的 Stephen Wood， 是土生土长的美国路易斯安那人。从大学毕业后，他一路在金融业摸爬滚打，在2020年创立了自己的基金 Greenwood Investors。Greenwood 属于所谓的激进对冲基金 Activist Investor。这些基金最擅长发现那些经营不善但有潜力的公司，通过买入公司股份，公开或私下施压管理层，积极干预公司的运营或治理。那 Stephen Wood 这个人呢，他虽然用的方法差不多但是却自称是一名建设性投资者，他喜欢先交朋友再提建议。而对于 Swatch 这个公司他可以说是情有独钟。在他还是一名刚入行的股票分析师的时候呢，他就研究过 Swatch 这只股票。那 Wood 对记者说那时候的 Swatch 真是牛到不行。当时还研究了大量家族企业，发现他们往往有长期眼光，但缺乏透明度和外部声音。而 Swatch 呢，虽然已经是一家体量庞大的跨国集团，但从文化和股权结构上仍然带有浓厚的家族企业色彩。海耶克家族目前控制了集团25%的股份，但由于双重股权结构，他们有44%的投票权，并且现任的 CEO Nick Hayek， 也就是创始人尼古拉斯·海耶克的儿子，经常公开批评外部投资人和分析师，认为他们缺乏长期视野，并且不理解 Swatch 集团。不过去年面对 Swatch 这块难啃的骨头 ，Stephen Wood 终于碰到了一个机会，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Swatch 正在频繁走下坡路。所以呢 ，Wood 就决定做他最擅长的事情，交朋友。2024年 ，Wood 给 Nick Hayek 寄去了一盒雪茄、一本他最喜欢的书《奢侈品战略》，还有一封手写信。在这封信里，他讲了自己眼中 Swatch 可以通过高端品牌夺回市场份额的机会。Wood 后来呢，也在一些公开采访当中解释了他的逻辑。通过和30多位行业人士交流他发现，虽然 Nick Hayek 在打造入门级品牌，例如平价手表这方面做得十分出色，但是那些高端品牌的潜力却没有发挥出来。比如说他自己最喜欢的品牌宝玑，今年迎来了250周年。20年前，江诗丹顿在庆祝同样的周年的时候，推出了一系列纪念款，而宝玑今年呢，只发布了一款几乎和现有款式相同的 Classic， 就此打住，而他们完全可以做得更多。In 2010, this watch Breguet and Breguet outsold Patek Philippe, and then Omega outsold Rolex in 2010. And most people, if you tell them those two things in the watch industry, would say there's no way. Because the memories fade fast. But these brands have 200 to 300 years of history into them. 许多分析师其实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了。Morgan Stanley 就写道 ，Swatch 过度依赖于低端市场，且多个品牌不及预期，导致运营十分低效。Jefferies 在2年前就指出，尽管大众市场的 Swatch 品牌渗透率在下降，但 Swatch 在奢侈品消费金字塔顶端、消费最具韧性的高端客群当中，依然涉足甚少。华尔街还认为呢 ，Swatch 错过了在超高端奢侈腕表市场表现优秀的情况下，放大欧米茄这款腕表品牌独特品牌力的关键时机。那么这是谁的错呢？ Wood 将这些失误归因于 Nick Hayek 领导下 Swatch 封闭的企业文化以及错失的机会。他认为这和创始人尼古拉的行事风格很不一样。那因此呢，他觉得 Swatch 应该引入外部的更加善于创新的高管，并且像爱马仕和法拉利这样顶级的奢侈品品牌一样，强调其产品的稀缺性和独特性。而对于更加大众的产品线呢，他认为 Swatch 可以和艺术家以及名人合作，吸引年轻消费者。那就是这么又是送礼又是写信1个月后 Wood 很顺利的就和 Swatch 的 CEO 以及 CFO 约上了见面。
去年10月的时候呢，他来到了瑞士比尔，也就是 Swatch 全球闻名的木屋总部的所在地，和管理层喝了2个小时的咖啡。这2个小时他们聊了什么呢？主要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如何提升 Swatch 的高端品牌市场份额，进行品牌的创新，以及如何和投资人沟通。因为一直以来啊 ，Swatch 的管理层都是一个不太向公众以及外部股东透露他们对公司治理想法的公司。会面后几天了 ，Wood 很快就把自己每天都带的百达翡丽换成了一块2手宝鸡，以彰显他对于 Swatch 的重视。不久之后呢 ，Wood 还投入了 Greenwood 基金1/4的资金，约3750万美元，从而换取0.5%的 Swatch 股份。但2025年3月，这段关系却开始急转直下。那个月 ，Wood 正式申请成为 Swatch 董事会的候选人，想要代表 Swatch 的少数股东。这里我们来简单解释一下 Swatch 的股权结构。在双重股权结构下，海耶克家族握有投票权极高的 A 股，而市场流通的都是投票权只有1/40的 B 股。所以虽然少数股东拿着70%的股份，但他们呢却大概只有20%的投票权。我们之前提到，海耶克家族有大概接近45%的投票权，而剩下的股票则分别由少部分瑞士基金和 Swatch 公司自持。换句话说呢，海耶克家族是实际控股人，掌握着公司的命脉。Wood 并不是想要推翻这个结构，他只是觉得如果少数股东代表能在董事会里有一席之地，他们就会有真正的话语权，而不只是一个摆设。只是这下呢 CEO Nick Hayek 不再回复他的消息，而董事会主席 Nayla Hayek， 也就是创始人尼古拉的女儿，直接拒绝会面。而另一位董事会成员尼古拉的外孙 Mark Hayek 也在他不断示好后，给了一个8个月后的会面日期。Swatch 官方在媒体询问原因的时候这样回复：我们的 CEO 每周都会收到数百个投资人的建议，所以无法一一回应。不过呢 ，Wood 并没有放弃，在竞争董事会的同时，他又深入研究了 Swatch 的品牌定位和市场营销，并且将他的想法整理下来，发给了海耶克家族。4月下旬，他在基金 Greenwood 的官网上公开了一份文件，其中就指明了这些想法。这份报告的标题是 A Collaborative Approach to Reviving a Swiss Champion。现在呢，我就为大家总结了一下这份文件里包含了哪些重点。Wood 首先是详细分析了 Swatch 的劣势，并提出了解决方法。比如针对我们说到的奢侈品渗透不足的问题他就认为欧米茄的 Seamaster 系列可以更直接的与售价更高的劳力士 Submariner 竞争，而这些历史悠久的顶级品牌也可以通过推出更多周年纪念限量款来庆祝其数百年的历史传承。但更重要的是 Wood 提出了一个海耶克家族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也就是外部投资人对于 Swatch 董事会的不满。无论是分析师、顾问还是机构投资者，长期以来都对海耶克家族在管理 Swatch 这家公司上的权力感到诸多不满。咱们看看，目前 Swatch 董事会有7名成员，坐在权力核心的是董事会主席 Nayla Hayek， 创始人的女儿，掌舵 Swatch 已经15年，是这个家族企业的最高决策者。他的弟弟 Nick Hayek， 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公司 CEO， 也在董事会占据一席。还有海耶克家族的第3位代表 Mark Hayek， 负责宝珀和宝玑品牌，是2024年才刚刚加入董事会的新面孔。剩下的4位是长期在董事会任职的外部力量，副董事长 Ernest Tanner 以及 Daniela Ash-Lehman、Jean-Pierre Ross 和前宇航员 Claude Nicollier。不过所谓外部只是相对的说法。这些成员呢，在董事会平均任期超过17年，与家族关系密切，可以说这是一个高度稳定又高度封闭的核心圈子。这些投资人还指出董事会的高表决权结构削弱了普通股东的影响力，而正是因为他们对资本市场和外部沟通不足，才导致 Swatch 错过了奢侈品市场的高端热潮窗口。那也正因为如此Wood 才说他想要打破这种封闭，把少数股东的声音带进会议室。但现实却是在 Swatch 现任董事对 Wood 闭门不见的同时，他们还劝说其他股东不要给 Wood 投票，理由是 Wood 既不是瑞士人，也不住在瑞士。那这个理由呢，看似可笑，但却给了我们一个理解 Swatch 这个品牌的契机本质上来说呢，这是一场横亘在欧洲老牌企业以及美国投资人之间的文化冲突。Swatch 的董事会从来就不想改变他们品牌的定位。Wood 认为 Swatch 有潜力成为一个真正的奢侈品牌，而海耶克家族却坚持Swatch 的未来不能只服务于富人。
他们旗下的16个品牌覆盖各个价位，几乎所有产品都在瑞士生产。在官方回应中 ，Swatch 表示，瑞士钟表业的未来不能也不会只服务于少数富人，即使有些金融分析师或者投资者希望我们这么做。海耶克家族的坚持并非没有现实依据。就在不少投资人认为 Swatch 必须更奢侈的时候，他们用一款塑料表证明了平民路线依旧能激发全球狂热。这就是2022年轰动全球的 Moonswatch 月球表。2022年3月 ，Swatch 和同集团的欧米茄突然宣布合作，推出一款全新系列 Moonswatch。这款手表复刻自欧米茄最具传奇色彩的 Speedmaster 超霸系列登月腕表。这款腕表一共上过6次月球。在1969年，这款表跟随阿波罗11号的宇航员登上月球，完成了第1次宇宙行走。但不同的是，这一次它不再是一款售价几千美元的钢表，而是一款由轻质生物陶瓷材料制成的彩色塑料表，售价仅仅为260到270美元。发布当天全球 Swatch 门店外排起长队，从伦敦到东京，从纽约到上海，人们彻夜等候。而这款手表也在发布内的数小时中被抢购一空，在二级市场，这款手表被炒到了原价的数倍之多。 When you talk about luxury product, I will not talk about luxury. Let's talk about exclusive product that create a desire to the people, that are emotional for the people. And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price. You see it in our example. We did not a limited edition. It costs $260. It's really accessible for everybody. That's what it is about. 在 Swatch 线下门店里店员告诉我们，在 Moonswatch 发布的第1天，队伍一路排到了好几家店之外，甚至需要安保出动。That day, I would say roughly 150 that day, but way more people were trying to come inside, but the security wasn't allowing it. Gotcha. Do people still come in and ask for that specific? Yes, actually, in the current moments, that one is actually the main attraction. Moonswatch 之所以掀起狂潮，原因并不复杂。它既有欧米茄的登月传奇光环，又有 Swatch 的趣味与平价定位。这场跨品牌合作让人们第一次能用几百美元带上历史。It's been a while since we've seen something that is very new and very exciting. That is not only looking backwards. I mean, they're very, very good at looking backwards, and like the latest from Breguet for the 250th anniversary. With a single hand, it's a really, really nice piece, Subscription. But again, very much based on yesterday or yesteryears. And of course, with a brand like Breguet, maybe it should, but how can you combine heritage and innovation? I think that's the question that everybody is struggling with in the watch world. And especially now that you got these shaky times after the record years. 对于 Swatch 集团来说 ，Moonswatch 不仅是一款爆款，更是一次战略胜利。它证明了，即使在智能手表和高端品牌双重挤压的时代，平价但有故事的产品依然能够激发全球的情感共鸣。更重要的是它为整个瑞士制表业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在技术和奢侈之间，还有一条情感消费的路。Moonswatch 的成功呢，让 Swatch 集团重新回到了话题中心。它也成为了海耶克家族 Swatch 不应只服务于富人这个理念的最佳主角。If you always go higher in prices, you exclude more and more people. So your exclusivity is excluding people. You only serve an elite of people, and that's not what the future is. You have to seduce the mass of people, the middle class, the entry class, not just the rich people or the small elite that is out there. 但遗憾的是 ，Moonswatch 并没有拯救 Swatch 这个品牌。它带来了排队、话题以及流量，但却没能真正解决 Swatch 集团的结构性问题。从数字上看 ，Moonswatch 的热度集中在2022年，发布后不到9个月 ，Swatch 就卖出了100万只 Moonswatch， 和发布初期投行的预估比翻了一番。在年度财报当中，董事长 Naila Hayek 说 ，Moonswatch 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每个人都想要这块表，整个场面让人想起来当年 Swatch 推出限量款时的盛况。Swatch 当年的营业利润为12亿瑞士法郎，意味着100万块 Moonswatch 可能贡献了多达20%的利润。然而到了2024年，这股热潮便逐渐降温。2024年第1季度 ，Moonswatch 在二手市场上的平均售价同比下降了5.5%。此外，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问题了，终端市场被智能手表蚕食，高端市场迟迟未能突破。因此 ，Moonswatch 并没有给整个 Swatch 带来长期的成功。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了 ，Moonswatch 还是证明了一点：海耶克家族的企业文化从未改变。在他们眼中 ，Swatch 不仅是集团里的一个品牌，更是一种文化象征。它代表了人人都能拥有一块瑞士表的平等精神。这也是为什么即使面对利润下滑和资本市场的压力，家族依然坚持投资 Swatch 这条大众产品线，而不是全力冲向奢侈品金字塔的顶端。某种程度上来说，Moonswatch 的故事不仅是一场商业实验，也是一场价值观的宣言。它展示了海耶克家族对于可及性 accessibility 的执念。而就是这种理念啊，让 Stephen Wood 不管再怎么友好，再怎么建设性，都还是难以融入 Swatch 这个瑞士企业的世界。所以，尽管Wood多次强调他不是想要通过加入董事会来开掉瑞士人的美国牛仔啊，但其实他自己心里也清楚，被批准加入董事会的可能性很低。I'm sure I'm going to lose next week, because the company is sort of not honoring Swiss law. But I think it's okay because the amount of funds that we have been in touch with as we have been obviously campaigning for the spot, I think the momentum for change is dramatic. 这是5月13日在 Swatch 股东大会前1周的 Wood， 最后果然不出他所料，1周后少数股东中有 62% 支持 Wood， 但由于 Swatch 采用了双重股权结构，家族控制了将近 45% 的投票权了，他们的高表决票一加入，总票数马上反转，最后 Wood 只拿到了 19.7% 的总票数。他的律师后来质疑，这样的投票程序剥夺了少数股东的提名权，应该先在普通股东通过，再交给全体股东表决。但 Swatch 方面回应，一切都符合瑞士公司法的规定。目前这场官司还在继续。而面对这个看似不了了之的结局呢 ，Wood 也没有放弃希望，他依然相信 Swatch 这家公司的潜力，也相信他友好的建设性投资人之道，最终可以说服海耶克家族。To me, for luxury brands, this is a once-in-a-lifetime opportunity. The company's super conservatively structured, so the margin of safety is insane. And to be honest, I don't think it has to change very much. I just think that there's a bit of external, I say fresh perspectives, but a bit of external help can go a long way in improving the execution here. So I would be, hopefully years from now we'll be talking about another success story, but we're pretty committed. Swatch 的故事其实不仅仅是一家企业的起伏，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了瑞士钟表业的宿命。在技术浪潮与消费变迁当中，传统与革新永远拉扯着彼此。对于海耶克家族来说 ，Swatch 从来不是一门生意，而是一种信念。相信人人都能拥有一块瑞士表，相信手表不只是时间机器，更是一种情感与身份的延伸。而对于资本市场来说，这种执念可能意味着错过增长，拒绝效率；但对于品牌文化，它也许恰恰是最后的浪漫。或许到最后 ，Swatch 的价值并不在于它还能不能超过劳力士或者利丰，而是在这个由智能手表和算法主导的世界里，它仍然在提醒我们时间的价值。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特约研究员一文，我们下期再见。